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佛历8月下初8，万象晴转小雨，24到33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3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0.4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35基普，涨幅 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1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45.83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24.84 点，涨幅 1.88%。开盘 1320.99 点，最高 1345.83 点，最低 1320.19 点。成交量106万2600股，成交金额18亿2409万5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70基普，交易量87万06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70基普，交易额16亿2125万1千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83万基普，与上一次报价持平。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16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5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57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0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国家主席会见白俄罗斯外交部长。7月17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万象会见了到访的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西姆雷岑科夫。通伦西苏里主席对白俄罗斯代表团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强调此次访问是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与合作的重要一步。通伦西苏里主席赞扬了两国签署了普通护照免签证协议，此举将便利两国人民往来。他重申老挝致力于加强在经济、贸易、教育、旅游、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马克西姆雷岑科夫部长感谢老挝的热情接待，并邀请通伦西苏里主席访问白俄罗斯，同时表示将继续与老方密切合作，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沙拉湾推广咖啡种植示范户。7月15日，沙拉湾副省长宋蔡温吉考察了劳阿恩县南榜村的咖啡种植示范户。示范户代表提姆肯马尼松女士介绍，其家族利用当地优势，将天然咖啡种植发展为主业，从最初3公顷年销售400万基普，扩展到如今10公顷年销售5000万至1亿基普。2025年，该示范户的咖啡产品已供应占巴塞省某高端酒店，代表老挝参加世界咖啡大会。警方破获人口贩卖案，抓获6名外籍人士。据老挝安全报7月17日报道称，6月23日，老挝警方在瓦代国际机场解救了1名人口贩卖受害人，名为彭女士，21岁，来自沙湾拿吉。同时，警方逮捕了3名嫌疑人，其中2人为外国籍。调查显示，受害人被中间人诱骗与外国男子结婚。中间人只安排了1次电话交流，随后便组织了订婚。然而，订婚仪式上外国男子并未到场。中间人向受害人家庭支付了 1.5 亿基普的彩礼。随后，受害人改变主意，却遭到威胁，要求退还 1.9 亿基普和2铢黄金，其价值远高于最初支付的彩礼。由于无力反抗，受害人被迫同意结婚。6月24日，警方又逮捕了5名同伙，其中4人为外国籍。目前，警方正在扩大调查中。交警传唤逆行司机并进行处罚。6月16日，一段关于一辆卡车在万象塞塔尼县惠宏至农帕亚路上逆行驾驶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评论和批评。7月9日，万象交警传唤了该卡车司机。34岁的蓝先生居住在万象哈塞丰县廷坦村。警方对蓝先生进行了教育，要求他改变驾驶行为，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警方警告称，如果再次发现违规行为，将扣押人员和车辆1至2个月，并处以法律规定3至5倍的罚款，同时吊销驾照。5. 万象一摊贩屡次违规经营被罚款并扣押车辆。7月16日，万象西阔达邦县政府联合市容秩序管理委员会和公安部门查处了一辆停靠在农端北村苏发努冯路边，占据人行道售卖榴莲的卡车。该摊贩此前已有5次违规记录，此次是第6次。尽管相关部门多次劝导、警告、教育、罚款并制作笔录，但该摊贩仍不配合并执意违规。因此，执法人员扣押了这辆卡车及其车上约1吨散装榴莲和36个筐装榴莲，同时已对涉事摊贩依法进行处理。6. 川矿省农黑县销毁过期变质商品及违禁品。7月15日，川矿省农黑县工贸办公室举行了销毁过期、变质商品及违禁品的仪式。农黑县经济工作指导员耶央瑙特鲁和农黑县工贸办公室主任波利亚泽泰共同主持了此次销毁活动。此次销毁的商品包括56项过期和变质商品、38箱越南啤酒以及9台超标的台秤，所有销毁物品总价值近2000万吉普。7. 柬埔寨警方逮捕300多名诈骗分子。7月16日，柬埔寨菊景省警方突击清剿了斯努市一社区出租屋内的线上诈骗团伙。此次行动共逮捕了312名外国人，含56名女性，她们分别来自越南、泰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和缅甸。现场查获了329台电脑和1630部手机。目前，所有嫌疑人及涉案物品已移交省警察指挥部，等待进一步依法处理。8. 沙耶乌里省孟恩县至乌多姆塞省孟巴县道路通行困难。7月17日，连接沙耶乌里省孟恩县与乌多姆塞省孟巴县的道路交通状况艰难，由于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部分路段被泥土覆盖，一些地方有树木或电线杆倒塌阻碍交通，还有部分路段出现积水。请过往司机注意安全，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